你有沒有那種時候，心裡同時想要兩邊都要？你想要穩定，但也想要刺激；你想要愛神，但也想要某些其實知道不太對的東西；你想要過好的生活，但也想保留一些小小的放縱。然後呢，你心裡會有一個聲音說，應該可以兼顧吧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10章14到22節，保羅直接對這個想法說，你想兩邊都要啊？沒這種事哦。他一開始就很直接，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翻成今天，不要在那邊試邊界，看到不對的先閃。不是討論，不是分析，不是觀望，是逃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為什麼要這麼極端？接着他用一個畫面，聖餐。他說，我們一起喝杯，一起吃餅，是在與基督有份。翻成今天，你吃什麼，參與什麼，其實是在連結什麼。這句很關鍵，因為我們常常覺得這只是個行為，但保羅說，不只是行為，是連結。然後呢，他把話講得更白，你不能一邊喝主的杯，一邊又喝鬼的杯。翻成今天，你不能一邊說你要神，一邊又一直餵養那些會拉走你的東西。這句很刺因為很多人就是活在這個中間地帶，主日很敬虔啦，平日很隨便，嘴巴說信仰很重要，但生活選擇完全另一套。然後呢，你會覺得我又沒有完全離開神啊。但問題不是你有沒有離開，是你在跟誰連線。這段最震撼的地方在哪裡啊？保羅不是說偶像很厲害，他是說背後有東西。也就是說，有些東西看起來只是娛樂、習慣、選擇，但它其實在慢慢影響你。然後呢，你每天一點點、一點點，慢慢就被塑造了。比如說，你每天滑的內容會影響你怎麼看世界，你常待的環境會影響你怎麼做決定，你一直接觸的價值觀會慢慢變成你的標準。然後你還以為我只是看看而已啦，但其實你正在被餵養。接着保羅講一句很重的，我們可惹主的憤恨嗎？我們比他還強嗎？翻成今天，你真的覺得你玩得過這些東西啊？很多人以為自己可以控制，但其實你只是還沒看到後果。然後呢，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，這段不是在恐嚇你，是在提醒你，你的人生是被你持續參與的東西塑造的。你每天接觸什麼，你就越來越像什麼。所以問題不是這件事有沒有違規，問題是這件事正在把我變成什麼樣的人，這才是成熟的問題。所以哥林多前書10章14到22節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限制你不能做什麼，是提醒你，你不能同時往兩個方向走。你可以選擇神，但你就要開始放下一些東西。你可以靠近光，但你就不能一直留在黑暗裡。記得，你不是不能改變，你只是需要開始選擇你真正要的方向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，你餵養什麼，就會成為什麼，你連結誰，就會活成誰。